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随着喀布尔的和平交接，阿富汗塔利班已在事实上成为新掌门。周四，阿塔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重掌政权的阿塔正着手筹组新政府，致力于释放各种安民信号。未来的新政府是否如其承诺实现真正的包容性？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四，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在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纪念日之际，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重新掌权的塔利班正着手筹组新政府。美联社周三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办公室成员哈卡尼当天在喀布尔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及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会面，商讨有关问题。各方均未透露讨论的具体内容。阿富汗塔利班核心领导层成员、熟知塔利班重大决策的哈希米周二对媒体透露了塔利班领导层关于未来执政的基本理念和框架。新的政府体系很明确，将是一个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当然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因为它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基础。哈希米说，与塔利班在1996至2001年执政时期类似，接下来可能会设立一个执政委员会来负责治理国家。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可能将担任宗教领袖，执政委员会将负责各种具体事务。或许我们会成立一个执政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就是你们所称的总统。执政委员会将负责任命各个内阁部长，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担任宗教领袖，但是他不会担任总统的角色，他的副手有可能担任总统的角色，就是执政委员会主席。哈希米还透露，新政府将为国家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这支军队将以现有的塔利班武装为基础，但同时也非常欢迎前政府军的成员加入，尤其是空军的飞行员，因为他们受过外军的良好培训。对此，塔利班是十分看重的。2天前，在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将拥有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政府。塔利班计划在阿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希望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繁荣。观察指，塔利班要开启包容性的政治进程，需与阿富汗国内各方进行协商。实际上，阿富汗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地方长老、部落首领以及各地方军阀依然是塔利班要进行协商的各方。对于备受外界关注的妇女权益问题，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周二首次记者会上表示，妇女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塔利班将允许女性工作和学习，并享有伊斯兰教原则范围内的所有权利。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记者会上，穆贾希德还专门选择了一位女性记者第一个提问。这位来自半岛电视台的女记者所提问题内容就涉及女性权益。事实上，外界对阿富汗女性权益的担忧有其原因。1996年9月27号，当时塔利班政权刚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规定性别隔离。有学者总结，塔利班统治阿富汗的5年间，阿富汗的女性政策非常严苛，甚至规定所有平房或者低层楼房的窗户都要被遮蔽，以防大街上的人们看见房子里的妇女。相比之下，先前获得西方支持的加尼政府则有意推进阿富汗性别平等的程序。2019年，阿政府通过妇女赋权计划，意在弥补2002年颁布的阿富汗国家妇女行动计划的不足。从整体上看，阿富汗女性权益在脱离塔利班统治的20年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今日俄罗斯 RT 周三报道，再次掌权的塔利班表示，将允许妇女接受大学程度的教育，妇女没有理由害怕政权的改变。塔利班发言人苏梅尔沙辛表示，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社会中不应该有歧视。报道称，如果这些说法属实，这将预示着与塔利班上一次执政时相比，意识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果你在妇女问题上你非常严厉的话，那世界各国会遭到世界各国，包括阿富汗人民，包括阿富汗男人非常激烈的反对。他们是汲取了过去1996年以后的一些经验，也汲取了伊朗的一些教训。而美国一些媒体和人士称，中国正在嘲笑美国狼狈逃离阿富汗的败相。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反问，
这还需要我们嘲笑吗？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是否失败？美国的盟友是否还认为其可靠可信？相信大家心中自有答案。美国国会山网站称，拜登正处于他任内第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之中，就连民主党党内也感到震惊。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民主党人同样在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民主党领导的3个参议院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誓言要调查拜登政府糟糕的撤军行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最近几天的事件是过去20年里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顶点。美国现在正目睹多年来政策和情报失败的可怕结果。美国多份不同的民调数据均显示，拜登在处理阿富汗问题上遭遇挫折，其支持率受此影响已跌至50%以下，是自今年1月20号上台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一项民调显示，虽然撤军是美国主流民意，但有近70%的人不满意拜登在撤军上的处理方式和危机处理表现。CNN 分析指出，目前拜登自上任以后的政治蜜月期可能已经结束，支持率下跌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而长此以往，即便他选择不再竞选连任总统，也会连累到民主党在明年中期选举上的表现，丢失众议院控制权或只是时间问题。而在盟友中，这种影响还要更深远。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全球都在反思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欧洲国家感觉遭到背叛，开始怀疑战友的可靠性。那些想将美国当作保护伞的国家则不安地揣测自己是不是下一个阿富汗。乌克兰外交部的消息说，在美国人完全离开阿富汗的军事设施后，12名乌克兰军事人员被留在前美军基地内，目前大使馆正在与他们联系。美国现在无情抛弃阿富汗政府，使盟友们心灰意冷，这下一步就会影响到拜登这个大国竞争战略的推展，因为他想把盟友都绑到大国竞争这个战车上。现在人家愿意不愿意跟随，人家看着眼前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是要动摇他们追随美国的这个信心的。同时呢，美国在全球的其他议程上，当他需要盟友配合的时候，特别是需要地区盟友配合的时候，大家都要留一手。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是否失败，美国的盟友是否还认为其可靠可信，相信大家心中自有答案。这个还用中方来嘲笑吗？不过呢，美国国内出现这种声音其实也不难理解，遇到问题和麻烦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也不努力的从根本上去寻求解决问题，而是一味的对外甩锅推责，这是美国的老毛病了。实际上，作为阿富汗的友好近邻和真诚朋友，中方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国委员兼外长王毅近期也密集与相关国家外长通话，协商应对。周三，王毅应约同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通电话。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积累了诸多矛盾，美国撤军又留下了新的难题，阿国内还有爆发内战的风险，和平重建的进程难以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国际社会应共同鼓励和支持阿富汗各党派、各民族团结合作，翻开阿富汗历史的新篇章。周四，王毅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话。王毅表示，这几天阿富汗局势发生巨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事实证明，所谓民主改造不符合事实，反而自食恶果，其中的教训值得汲取。中巴作为阿富汗重要邻国和本地区负责任国家，当前形势下必要加强沟通协作，为支持阿富汗平稳过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在周一，王毅还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王毅表示，阿富汗局势出现巨变，前政权不战而垮，塔利班宣布取得胜利。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结局有其内在逻辑和必然性，标志着军事干预、强权政治不得人心，终将失败。美国它实际上是希望阿富汗继续乱下去，进而对中俄构成牵制。现在推进阿富汗实现国内和解稳定的力量在增大，各种条件环境有利于推动阿富汗实现国内和解。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是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阿富汗塔利班今天宣布成立新国家，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20年后以胜利者姿态重返喀布尔的塔利班呢，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意味着比得天下更复杂、更艰巨，甚至更长久的新挑战开始了，那就是治天下。这是人心之战，是政权合法性之战。塔利班将就此拿出怎样的答卷？一定程度上呢，这将会决定塔利班乃至这个已经被战争蹂躏几十载的赤贫山国阿富汗它的前途命运。塔利班将如何答卷呢？这几天他的高层一直在对外密集释放各种信息。前天呢，塔利班发言人在进入喀布尔之后举行首场记者会，做出了3大主要承诺。塔利班高级成员哈希米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大致描述了塔利班可能的一种治理模式，那就是呢，阿富汗将会由一个委员会来统治。那么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他将会在委员会主席之上来发挥作用。而委员会主席的角色呢，类似国家总统，普遍预测呢将会由塔利班2号人物巴拉达尔来出任。但是呢，现在塔利班也面对着一系列的紧迫挑战，当务之急呢就是如何进一步巩固战果、稳定局势，开启塔利班发言人他所称的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说，已经注意到阿塔的积极表态和信号。他特别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不仅要看过去怎么样，也要看现在怎么样，不仅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那么塔利班会不会变，怎么变？如今呢，全世界都在看。拜登周3在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军会持续留在阿富汗，直到所有在阿公民完成撤退。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美国总统又在上电视吹牛了，但是我估计很多电视观众都在摇头叹气。那之前呢，拜登也曾吹过，美国人不可能会再让直升机从驻外大使馆楼顶紧急起飞撤退那一幕重演。看看喀布尔发生了什么吧。拜登也曾经对着电视镜头说，塔利班重新获胜掌权的可能性极小。现在呢，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都来了。拜登说，必要时美军可以待到8月31号之后，那么要确保所有想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都能够撤出。这个表态貌似挺漂亮，一个都不能少，对吧？那我们看看美军所谓72小时大撤馆行动都疏散了多少人吧。华盛顿邮报最新提供的数字是5000名美国公民，外加阿富汗2000名特别移民。那么还有多少人想走没有走呢？11000名美国公民，8万名阿富汗关联者，将他们全部接走吗？那美军打算待到何时呢？拜登他还暗示，所谓8月31日的这个最后的撤军期限可以突破，这意味着呢，塔利班武装与美军共处机场、共处一城的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持续更久。那未来会不会出现不可测的事件和冲突？现在呢，谁都说不准。就阿富汗局势发展而言呢，拜登当然是最大的输家。特朗普甚至炮轰他制造了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惨败，他的最新民调呢暴跌了7个百分点。所以拜登上电视打嘴炮就是要搞危机公关。但是呢，我估计很快共和党议员就要扎堆纠集搞所谓的撤军大调查了。相信在通俄门之外，很快呢，美国就有所谓阿富汗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阿富汗局势突变，引发岛内各方持续围绕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类比进行讨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也就这一事件发声，而蔡英文的表态这2天又引发各界的质疑和批评。有岛内网友表示，一点建设性都没有，这种思维只能作死自己。我要告诉大家，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地保卫自己。据台媒体报道，蔡英文周3在民进党中常会的视频会议里首次就阿富汗议题表态。蔡英文说，台湾更要跟有共同价值及利益的伙伴一起努力和合作，自己不作为，只依赖别人的保护，不是我们的选项。依赖没有价值做基础，而且对台湾不放弃用武力的人的一时善意或施舍，更不是我们的选项。
蔡英文的这番表态引发了岛内媒体的热议，甚至有人逐字进行质疑和批驳。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厉害吧？其实他讲的就是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靠自己最好。好，这种就是你从小听到大，但你也从来没做到的废话。有分析指，这个表态和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周一的表态基本一致。当时苏贞昌宣称，阿富汗会乱是内部问题，台湾只要内部不乱，就能应对所谓外来威胁。但这番表态实际上狠狠打了民进党的脸。靠自己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它与民进党长期宣传的台湾要靠美国的说法显然相悖，因为它的潜台词恰恰是美国靠不住。这个潜台词，台当局显然不敢公开说。之所以用这种隐晦的方式说出来，一来是不想惹怒美国，二来也是想要给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继续表态护台。就知道美国靠不上，那靠谁呢？他回过头转了一圈，只能靠自己。但这个也是在说大话，因为他靠他自己，他要想追求什么分裂啊，追求台独啊，他根本是办不到的。甚至说他要抗拒统一，他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他现在只能通过一些语言呢，对台湾的老百姓做一个简单的安抚，但是实际上谁也不会相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蔡英文就阿富汗局势表态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白宫记者会上称，我们相信自己对盟友伙伴的承诺始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也相信自己对台湾和以色列的承诺一如既往坚实。对此，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表示，台湾地区在美国心中的地位跟以色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告诉你，台湾的处境比以色列还要危险。为什么？以色列，美国爸爸全世界最坚定支持的就是以色列了。台湾还不像以色列一样全民皆兵啊，台湾还不把大规模的国防预算投注在军事上面了。那如果台湾人根本不想这样做，那你在那边讲这些东西，不是都是废话，都痴心妄想吗？我觉得阿富汗这次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教训。然后现在台湾还有一堆蠢猪还在相信人家不会背弃你。抱歉，我不觉得他背弃你有什么不对哦，因为背弃你刚好而已。这就是每一个国家都站在他自己的利益上。当他觉得你不够资格让我付出这些利益的时候，那就拜拜，下次再联络。啊，大国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任何人如果还在对任何国家有幻想，那我就觉得，那你就是在等死。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周二表示，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发言人还点名，此次演练是对近期美台频频勾连挑衅的一次回应。那么，这次实兵演练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为什么说解放军已具备对台湾本岛全域封控能力？来看报道。东部战区周二发布，在东南某海域，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展开抢滩登陆演练。时事评论员施洋告诉深圳卫视记者，73集团军此次的演练的抢滩登陆演习，使用冲锋舟进行登陆，比较容易快速展开渗透，从侧面方向上展开进攻。这次呢，我觉得除了这个演习，不要仅限于这个两栖登陆，应该来说，它目前这次演习，它因为涉及的范围挺大的，它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演习内容，比如说，73集团军的某两栖合成旅，它就首次运用这个10000吨级的民用滚装船进行这个装载，然后这个展开这个两栖登陆。应该来说，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见，也反映了说我军在未来的作战中。可能的这种军民融合的一个方向。观察认为，此次解放军在台周边多军种实兵演练的公开信息，明确了演习背景、演练任务和目标对象，与以往演习的官宣有较大不同。一是公开了更多细节，突出针对性；二是表达了决心意志，突出战略性；三是体现了能力水平，突出威慑性。第一个，这次的规模相对也比较大。第二呢，从报道中涉及的这个军兵种应该比较多，因为这里面既有来自于空军航空兵的这个战斗机、轰炸机，然后预警机、电子战飞机，也有来自海军航空兵的这个反潜预警巡逻机，然后同时还有来自海军的这个水面舰艇。施洋提到，近几年来，解放军在联合作战领域有较大提升，特别是海空军之间的信息联通、数据分享都大大加快。一旦海军飞机发现敌人目标，不仅可以第一时间召唤自己的水面舰艇展开攻击，也可以召唤空中航空兵力量展开打击行动。
梳理公开报道，东部战区在2020年2月、8月、9月都在台岛及台湾海峡附近举行多军种联合演习，可以称之为常态化。演习是常态化的，演练战法却是千变万化。针对此次演习，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解放军在台湾的东北和西部进行兵力部署相对容易，而此次演习将兵力部署在东南和西南两处，这表明解放军已经具备对台湾本岛全域封控并进行围歼的能力。且从新闻稿中可以看出，此次演习持续时间短，这表明此次演习科目很可能是定点清除目标，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达到目标。东南海域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搜索和打击的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主要是这个轰6K 和这个反潜机，它通过一方面是对远空域进行这个搜索，并且呢对可能的目标展开攻击；另一方面，它也是绕到这个台湾防空力量相对薄弱的这个东部地区展开一个攻击。而在西部方向呢，就是西南空域的这个活动，就是比较传统的以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为指挥的这样一个复合机群。然后呢，在这个空军战斗机的这个展开下，既可以进行这个空中的这种精确制造弹药的打击，另外呢，也可以是作为一个战场的一个掩护集团，防止敌方的这个战斗机对我方的机群发动进攻。台湾岛内舆论对此次演习关注度极高，有台媒分析称，这次解放军演练与过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仅局限于大陆沿海，而是直接穿过巴士海峡，外推到台湾东南海域。报道称，东部战区的作战方向就是针对台湾。有防务学者推测，解放军此次在台岛东南方演习的目的，就是阻断美军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的交通线。其实，从技术上说，对台湾岛进行封控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因为我们无论是在兵力规模还是在这个装备性能上，都要远远的领先于台湾地区的军队。但是呢，这个目前来看，这样的行动更多的它其实是针对，就是说境外干涉势力，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个是我们目前各种这个海空行动中主要演练的作战对象。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在美军撤出阿富汗导致塔利班重夺阿政权之后，网上掀起了一股将美军介入阿富汗问题与美军介入台海局势做对比的热潮。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我认为台海局势与阿富汗问题完全没有可比性，不仅两者之间矛盾性质不同，而且美国对待两者的态度更是有着冰火两重天的区别。中东大变局还在发生的时候，奥巴马就迫不及待地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就是要把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中东地区、从文明冲突中转移到亚太，转移到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来。这个战略也被后来的特朗普与拜登所遵循。这次从阿富汗撤军，实际上是受到了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还有美国民众一致支持的。问题仅仅是出在了战术时机的把握上。既然对宗教文明冲突意兴阑珊，那么美国对于意识形态冲突又是保持着一种怎样的姿态呢？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不仅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就因为意识形态对抗问题而介入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而且在二战结束之后的40-50年内，美国甚至是倾举国之力投入到了跟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冷战当中。在意识形态上好战成性的美国，近年来又主动挑起了跟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抗，并再度将台湾当成了中美意识形态对抗的桥头堡。从拜登政府最近一段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排兵布阵，准备跟中国打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来看，他们实际上是准备倾举国之力以及全球盟友的力量，要跟中国对抗到底。因为拜登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不仅远远非阿富汗之类的伊斯兰国家可以比拟，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对美国构成全方位挑战的国家。而且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对抗涉及到了两种不同治理体系之争，一旦美国败了，整个西方文明都要因此而甘拜下风。而台海局势的走向
这被美国看成了是决定中美意识形态博弈胜负的一个关键性的风向标。因此，在美国眼中，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远非阿富汗所能比拟。我甚至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溃败，不仅不意味着他们会在台湾问题上长记性，不再干预与介入台海局势，恰恰相反，拜登政府为了找回面子，近期还有可能会加大对台海问题的介入力度，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受到了塔利班打败美军这一现象的鼓舞，有舆论因此得出了美军不敢轻易介入台海局势的判断。那么对此您认同吗？阿富汗问题跟台海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阿富汗跟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美阿关系跟中美关系也不可同日而语。阿富汗是一个贫穷且落后的小国，美国可以想打就打，同时光脚的塔利班也敢挑战穿鞋的美国。但是中美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中美的繁荣稳定事关全球的繁荣稳定，而且中美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中美的战与和不仅事关两国民众的福祉，甚至是事关整个人类与地球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以儿戏的心态来对待中美之间战与和，去试探美国敢不敢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在这里我还想再度提醒大家，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近100年来人类所有大规模的战争，包括1战2战，美国都有参加，而且都是主力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不仅具有正当性，而且一定要走光明正大的道路，也就是只要美国不公然支持台独，台湾不公然宣布台独，我们就应该坚定地奉行和平统一的方针，中国人就不会打中国人。我们绝不会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侥幸与猜测上，也就是仅凭一些并不关联的现象，就主观地认定美国不敢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三，针对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全部结束。至此，孟晚舟已经被加拿大非法拘禁将近1000天。加拿大法院定于在10月下旬该国大选结束后再宣布结果，将皮球踢给下一届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重申，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的科技发展。加方在孟晚舟女士的事件上扮演了美方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轮听证自8月4号起，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进行。上周三起，事件进入引渡缔解阶段。在控辩双方的辩论中，更多疑点被曝光。例如，加拿大检方声称孟晚舟欺骗汇丰高管说，星通公司在伊朗合规运营没有风险，但加拿大检方显然没有与美方对好台本。美方提交的案件记录指控孟晚舟欺骗汇丰，说华为不控制星通，将星通描述为第三方公司。法官表示，他非常难以理解关于华为和星通在伊朗的商业行为违反美国制裁法令的情况，因为他不确定什么行为才算违反美国的伊朗制裁法令。美方提交的案件记录中也没有解释。外界质疑，既然没有标准，哪些行为算违规，就完全是由美方来认定的吗？代表孟晚舟的辩方律师指出，美方提交的用于要求引渡的主要法律文件仅仅是案件记录，使得事件存在证据真空。美国试图用猜测和推测来弥补其针对孟晚舟的证据中的漏洞。同时，按照加拿大的反欺诈法，指控欺骗行为必须要有具体证据可以证明相关欺骗行为引发了实际损失或具体的损失风险。这些风险不能是基于遥远未来的预设或者假设。孟晚舟的陈述没有使汇丰面临任何实际的可量化的风险损失，也没有造成名誉损失。
时不满足加拿大欺诈法损失要件的要求，因此案件不成立。周三下午，相关初审全部结束后，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加拿大媒体透露，法官表示将于10月21号举行会议，商定宣判日期。分析指出，加拿大将于下月20号举行大选，法官延后宣布结果是将皮球踢给下一届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这个司法方面的这个最新的表态，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就是说这个孟晚舟事件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司法案件，它实际上带有这个严重的或者浓厚的这个政治色彩的或者说披着这个司法外衣的这个政治案件。周四，涉12偷渡案被遣返香港的港独组织成员李宇轩及其律师助理陈子华在香港高等法院认罪。控方指出，他们涉嫌串谋一传媒黎智英、黎智英的助理马克西蒙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另外，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出版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正在探讨防范年轻人在社会活动中出现暴力化、激进化的问题。案情显示，陈子华前年6月通过他人认识黎智英的助手马克西蒙，并接近黎智英。1个月之后，李子华建议李宇轩与绰号蓝草巴的刘祖迪组织宣传活动，之后成立港独组织重光团队，多次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又在法国、英国、美国等举办政治活动，向多国要求对香港及内地实施干预和制裁，包括停止向香港特区出口警用装备等。2019年6月至8月，李宇轩按黎智英的指示，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的报纸上刊登抹黑文章。黎智英为这些文章的发表提供活动资金，并利用苹果日报及网站进行炒作。